现在是凌晨3点。凌晨3点，越南西部的河仙镇，街道上依然亮着灯。有人凌晨2点就已经起床等待，有人从中国广东远道而来，还有许多当地居民正在陆续赶往同一个地方。他们要去的是河仙镇莫公庙，他们要祭拜的是一位已经离世接近300年的历史人物莫九，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莫九公。一个人去世近300年以后，为什么还有人在凌晨起床，穿上庄重的传统礼服，按照完整的礼仪祭拜他？当我们真正走进莫公庙，或许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莫公庙位于今天的越南安江省河仙镇，庙中的匾额写着忠义祠。这里和一般祈求平安财富的民间庙宇有一些不同，这里纪念的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也是河仙历史上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这里的莫公就是莫九。莫九祖籍中国广东雷州，关于他早年的身份，不同史料和民间传说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在末世宗亲和一些地方传说中，莫九被称为明朝遗臣、明末将领，甚至有人认为他曾经担任过总兵。在明清易代之际，带领家人和部属渡海南下。另一些历史记载则更强调他来到真腊以后，从事贸易、航运和地方经营，并逐渐聚集人口，开垦土地，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很难简单地用商人或者将军来概括莫九的一生。他可能既有组织军民的能力，又熟悉商业和航运，既能在动荡的环境中保护聚落，也懂得利用贸易吸引人口，让一片原本偏远的土地发展起来。可以确定的是，17世纪末，莫九来到今天河仙一带以后，开始招聚散居的人口，发展贸易，开垦土地，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和聚居地。公元1708年，莫九归附当时越南南方的广南阮氏政权，被正式任命为河仙镇总兵，并受封为九玉侯。从此，莫九不仅是一位移民首领，也成为河仙正式的地方治理者。今天的人们纪念他，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身份和官职，而是因为他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进入莫公庙，首先让人感受到的并不是热闹，而是秩序。庙内香火缭绕，祭品已经摆放整齐，礼仪人员各自站在规定的位置，有人整理香案，有人检查祭器，有人负责击鼓鸣锣，还有人负责引导祭拜者完成每一个动作。参加正式仪式的人员穿着具有越南传统特色的礼服，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些人身穿长袍，头戴越南传统头巾。这种头巾在越南语中通常被称为汉东。与它搭配的传统长袍与越南古代礼服和后来发展的奥黛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而主持祭礼和协助仪式的礼生则穿着红色、蓝色或者深色的祭礼服，头戴更加庄重的礼冠。这些服装并不是为了表演，当人换上礼服，也意味着他暂时离开了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庄重的祭祀空间。不同的服装、位置和动作，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礼仪中的职责。
也让整场祭祀能够按照固定的秩序进行。除了服装，现场的传统乐器也非常值得注意。画面中出现了鼓、铜锣、钟，还有一件长形的木质打击乐器。这些木质乐器在越南语中常被称为谋，可以理解为木鱼或者木梆一类的打击乐器。演奏者用木锤敲击，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声音。现场还有一种用弓拉奏的二弦乐器，它的结构和中国的二胡有些相似，但是在越南传统音乐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音色和演奏方式。鼓、锣、钟、木梆和拉弦乐器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背景音乐，他们首先负责提示仪式的进程，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献礼，什么时候行礼，什么时候进入下一个程序，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声音和节奏进行引导。当鼓声和钟声响起，庙宇内外的人会自然地安静下来，声音把日常空间和祭祀空间分开，也让参与者意识到一场正式的礼仪已经开始。画面中，祭拜并不是所有人一起涌上前去，最先进行仪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莫九后裔，随后从中国广东雷州等地来到越南的莫氏宗亲，再按照安排进入庙中祭拜。他们当中有些人来自莫九当年的故乡，几百年以后，莫氏后人再次从雷州来到河仙，站在莫九的神位之前。这已经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更像是一场跨越海洋和时间的寻根。在宗亲完成祭拜以后，当地居民和当地华人才陆续进入庙内，敬香、鞠躬，表达追思。这套先后顺序不是简单的把人分成高低等级，他首先确认了家族血脉，然后把纪念活动逐渐开放给整个地方社会。莫九最初是莫氏家族的先祖，但随着河仙的发展，他也逐渐成为当地共同纪念的开拓先贤。祭拜中最常见的动作是上香、鞠躬和跪拜。香炉前，人们双手持香，面对神位，安静行礼。供桌上摆放着鲜花、水果、茶酒以及其他传统贡品。这些贡品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昂贵，它们代表的是后人把洁净、完整的物品郑重地献给先人。画面中还可以看到祭酒的过程。在东亚传统祭礼中，酒不仅是一种饮品，也经常被用来表达敬奉。把酒祭上，代表后人仍然以对待尊贵长辈的方式纪念已经离世的先人。而上香的仪式也不只是祈求愿望，香烟缓慢升起，像是提醒祭拜者，人虽然已经离开，但人与先祖之间的记忆并没有完全中断。祭礼真正重要的不是动作有多复杂，也不是香烧的有多少，它的核心是静。进入庙宇时放低声音，在神位前整理衣冠，按照顺序行礼。这些看起来很小的细节，共同组成了传统礼仪。礼仪的作用就是把内心看不见的敬意变成每个人都能看见的行为。到了凌晨4点5点，莫公庙内外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这说明莫九的祭典早已不再只是莫氏家族内部的祭祖活动。当地居民
越南各地的参与者，以及从海外赶来的末世宗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他。随后，祭祀活动从庙宇内部走向城市，仪仗队伍、传统服装、鼓乐和牌位，沿着河仙的街道前行，最后来到莫九广场。当祭祀队伍走出庙门，祭典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庙内的祭拜是后人面对先贤表达敬意，而走入城市的巡游，则是在向整座河仙重新讲述这座城市从哪里来，又是谁曾经为它付出过。将近300年以后，莫九依然拥有自己的庙宇、塑像和广场，每年仍然有人举行祭礼，仍然有人从他的故乡跨海而来，仍然有年轻人站在人群中观看长辈完成一套套传统仪式。这就是文化传承最真实的样子。它不只存在于博物馆的文字里，也不只存在于族谱和历史书中，它存在于一件被重新穿上的传统礼服里，存在于鼓槌落下的声音里，存在于一次鞠躬、一炷香，以及后人对先祖名字的反复讲述之中。莫九离开中国以后，他的后代在越南生活、繁衍，语言、服装和仪式也不断地吸收越南本地文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莫九祭典，既保留了中华文化中敬祖、感恩、慎终追远的精神，也已经融合了越南的服饰、礼乐和地方祭祀方式。这不是对某一种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文化跨越海洋以后，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的结果。一个人可以离开故乡，一个家族也可以在海外生活几百年，但只要后人仍然记得自己的来处，仍然愿意用庄重的方式讲述先人的故事，文化就不会因为距离而消失。今天人们在莫公庙里纪念的不仅是一个已经离世近300年的莫九，他们纪念的也是一群人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扎根，如何建设一座城市，又如何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把历史保存到今天。这或许就是传统祭礼最大的意义。它已经让离开的人继续活在后人的记忆里，也让今天的人在一次次行礼之中知道自己来自哪里。